陈阳，你耳朵聋了是不是？老子再说最后一遍，因为你操作失误导致车间停线，你被厂里正式开除了，立刻抱着你的破烂滚蛋！操作失误，赵刚，那份拿了省里技术创新奖的变频线路图是我熬了3个通宵画出来的。你偷了我的图纸，顶了我的转正名额，现在反倒往我头上扣屎盘子！哈哈哈哈！陈阳，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图纸上写的是我赵刚的名字，那就是我画的。我去告你偷窃，信不信？不怕实话告诉你，我姐夫就是厂长，在这里天就是姓赵的。你一个乡下来的穷小子，拿什么跟我斗？小陈啊，胳膊拧不过大腿，认命吧！赵科长马上就要提拔了，你在这撒泼有什么用？赵刚，你以为把图纸上的纯铜漆包线换成劣质铝线就能瞒天过海？你为了节省成本和吃回扣，还擅自把图纸里标注的电压冗余系数 1.8 改成了 1.2。就凭你那张偷工减料的破图纸，这批新下线的变压器绝对撑不过3天就要过载击穿爆管炸机，到时候我看你姐夫保不保得住你！放屁！保安，把这个疯子给我轰出去，把他柜子里的东西全扔到雪地里去！这不是厂里那个技术天才吗？怎么落得这个下场？天才管什么用？得罪了厂长小舅子，在特区这地界，他算是彻底混不下去了，连饭都吃不上喽。那是进口的重型黑白电视大功率稳压电子管。老板，外面那车黑铁管子我全包了。小伙子，那可是淘汰的工业垃圾，里面全是铅和废铜，死沉死沉的。你要这玩意儿干嘛？别废话，这200块钱给你，连这辆板车我一起推走，够不够？赵刚，还有10天就是除夕，特区马上就要迎来春节用电高峰，你的彩电准备好迎接全城大冒烟了吗？果然是好东西，军工级的大功率稳压管，抗浪崩电压的极限比现在的民用标准高出整整3倍。这群不识货的蠢货，居然当废铅给卖了。陈阳，厂里的人说你被开除了，我还不信。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满身机油，像个收破烂的盲流。你拿我们要结婚买自行车的200块钱，就换了这么一堆垃圾。小雅，这些不是垃圾，是外接电源的稳压核心。特区最近拉闸限电频繁，一旦恢复供电，瞬时电压极高。我用这些材料做出的稳压盒，能保住那些昂贵的家用电器。够了，我不想听你这些酸掉牙的技术理论。技术能当饭吃吗？你得罪了赵科长，现在连铁饭碗都砸了。我林小雅也是有头有脸的人，你让我以后跟着你在这破院子里捡破烂吗？小雅，我早就劝过你，这种只会读死书的书呆子，注定一辈子没出息。你跟着他，连台黑白电视机都看不起。走，哥哥，我的电器行今天试营业，新到了10台进口的大彩电，我直接搬1台去你家。陈阳，我们完了。你要捡破烂就自己捡个够吧，人往高处走。我不能拿我一辈子的幸福陪你发疯。陈大工程师，慢慢修你的破铁盒子吧。3天后，除夕夜，我的电器行将垄断全城彩电市场。到时候我在大饭店包场年夜饭，你要是实在饿得慌来后门，我赏你2块剩骨头。哈哈哈哈！林小雅，靠踩着别人的骨头换来的安稳，迟早要摔得粉离碎骨。你今天走出这个门，以后就算跪在门外，我也不会多看你一眼。至于你，赵刚，进口彩电确实较高，但他们没有内置宽幅稳电器。除夕夜是用电最高峰，你卖的越多，死的越惨。希望3天后你还能将笑得这么大声。呸！死鸭子嘴硬！小雅，报警了，咱们走。作孽哦，好好的工作丢了，连媳妇儿都跑了。小陈这也是受刺激太大，真成疯子了。
万事俱备，就等出席了。小伙子，这黑不溜秋的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收音机吗？怎么连个喇叭都没有？大叔，这是防浪中稳压器。现在的特区电网老化，快过年了，家家户大功率用电，电压不稳，把它接在电视机前面炸了，您家的大彩电也绝对烧不坏。50块一台。嘿，50块？你抢钱啊！我半个月工资都买不来你这一个破铁皮箱，我看你这是想钱想疯了。哟，大家伙快来看看，这不是咱们厂里大名鼎鼎的技术天才陈阳吗？怎么着？昨天刚被开除，今天就沦落到天桥底下卖破烂骗钱了。赵哥，这玩意儿死沉死沉的，连个正经商标都没有，纯粹就是几块废铁拼凑的。50块，5毛钱我都嫌占地方。各位街坊，千万别上当啊！这人因为技术不过关，昨天刚被我们厂开除。他弄出来的这些工业垃圾，接在电视上，说不定直接短路起火，把你们的家都给烧了。赵刚，谎言说1000遍也变不成真相。你现在尽可以尽情的笑，但我提醒你，你的店里压了那么多没有绑稳模块的走私彩电，今晚你最好烧高香，祈祷特区的变压器能撑住，否则你赚的每一分钱都会变成催命的阎王债。我告诉你，我的彩电全城卖的最火，3天后我就要开分店。至于你这些破烂，你就在这冻死吧，白送都没人要。我们走。哎呦，轻点轻点，这可是托人从港口弄来的14寸大彩电，花了我小2000块呢，叫上大伙儿都来我家看电视。老嫂子，还是你家底厚啊，这大彩电看着就是气派。刘大妈，王大爷，彩电是好东西，但这几天特区供电极度不稳定，您这彩电是外贸货，受不住咱们这狂飙的电压，弄不好是要烧主板的。小陈啊，大妈今天高兴，你可别说这些丧气话，我这可是进口货，质量好着呢。你手里这黑乎乎的是啥？是不是又想来推销你那啥东西？大妈可没钱买啊！不要钱，白送，或者说算我借给你们用的。小陈，你真白送，这玩意儿接在电视上费电不？要是1个月多花我几毛钱电费，我可不要。不仅不费电，还能省电。我已经帮你们调试好了接口，我陈阳绝不坑街坊。这盒子你们先插着，如果除了大年30特区的电网平平安安，你们随时把它当废铁卖了换钱。但如果电压真的出了问题，只要有它在，就算外面的电线杆子炸了，你们的电视也连1根导线都不会烧。出了事儿，我原价赔你们2000块。各位兄弟，今天这顿年夜饭我赵刚请客，大家敞开了吃，敞开了喝。过完年，咱们电器行的分店就要开业了。到时候在座的各位全都有红包，赵哥豪气！听说咱们电器行今天1天就把库存的100多台彩电全清空了，这得赚出一套大洋房了吧？赵哥这眼光简直就是财神爷转世！哎，小意思，特区现在谁家不指望买台大彩电看春晚？我不赚钱谁赚钱？赵刚，你确实有本事，不像那个陈阳，冥顽不灵，拿着我们结婚的200块钱去买一堆破铜烂铁。今晚这么冷的天，他恐怕只能在那个漏风的破院子里啃冷馒头呢。想想我都觉得晦气。小丫说的对，那个废物昨天在夜市上摆摊，白送人家都没人要，他还大言不惭的诅咒我的彩电会炸机，简直是痴人说梦。咱们这可是原装进口高级货，来干杯！哎呦，大家往后退退，别挤着，别挡着信号。你们看看这进口大彩电的颜色，红是红，绿是绿的，看着跟真人在跟前儿一样。大嫂子，还是你家底子厚，这电视看着真带劲。哎，底下那个垫着的黑铁盒子是啥？灯还一闪一闪的。嗨，那是楼下小陈非要塞给我们的，说是防什么浪抽。小陈这孩子技术是有的，就是被厂里开除了，受了刺激，非说今晚有大停电。我寻思着也不费电，就插着呗。特区老旧的变电站电容严重老化，根本承受不住大年30这种级别的超载。赵刚，你狂欢的倒计时结束。
怎么回事？电视怎么炸了？别慌，都别慌，可能是保险丝烧了，插座老化而已，插座冒烟了。我刚花了2千块买的电视烧穿了，救命啊！天哪，家里的电风扇和电灯泡全炸了，我的进口电器啊！完了完了，要烧了！你点飞来到了教育维道。我的老天爷，小陈没骗我，这铁盒子救了我的命啊！那可是我攒了半辈子的2000块钱啊！神了，小陈这是真神了！全城的大彩电都烧冒烟了，就咱们2家保住了。这是镇宅的宝器呀、这他妈是镇宅的破烂。赵刚，这到底怎么回事？不是说原装进口的吗？怎么会爆炸？那些彩电全都没有宽电压保护模块。赵刚，你个丧尽天良的奸商！我攒了3年的钱，今天刚从你店里抱回家的彩电，连春晚片头都没看到就烧穿了，你卖的什么黑心货？大家别听他平时吹牛，我刚去看了隔壁老李家，人家买的国产黑白电视就是烧了一根几毛钱的保险丝，换上还能看。你这所谓的高级进口货，直接主板烧穿了，连个最基础的保护模块都没有，这关我什么事儿？是供烟局的变压器炸了，这是天灾，你们凭什么找我算账？找供烟局赔去啊！放屁！全城只有你家的电视烧得最彻底，你今天下午怎么吹的？你说你的货质量全城第一，现在出事了，你想赖账？退钱必须全额退款，不然我们今天砸了你的店！退钱，2钱一块，1分都1分都不给钱！哎呦喂！我新买的电风扇电机烧糊了，我家的双缸洗衣机也不转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上海国产电视换上凉拌电视，老天爷啊，活的，电视还是活的。这哪里是破铁皮呀、这是真金白银造的护身符啊！刚才我亲眼看着灯泡都快炸了，这铁盒子咔嗒响了一声，硬生生把那股邪电给截住了。小陈没骗咱们。大嫂子，这盒子就是昨天小陈在夜市上卖的那个啥稳电器，可不是嘛？人家小陈说了，只要有他在，电线杆子炸了，电视都坏不了。出了事儿，人家赔我2000块。你们昨天还笑话人家是捡破烂的，我看你们才是瞎了眼。小陈手里肯定还有这宝贝，赶紧去楼下找他。这电网肯定还要出事儿，不买一个，家里的电器全得报销。慢点，别急，小陈跑不了。哎呦，别踩我脚！小陈儿，哎呦，我的好小陈儿，大叔昨天瞎了眼，没看出你那是高科技宝贝。我家的双缸洗衣机刚才冒烟了，你那铁盒子还有没有？大叔给你出10块钱，你卖我一台行不行？10块钱你买个屁！小陈，我出20，我刚买的电冰箱压缩机停了，急等着救命呢，你快给我拿一台！让开，都给我让开！陈阳，我出60块，给我拿一台立刻能用的。我家里那台进口彩电屏幕已经扭曲了，再晚半分钟就得烧穿。48台。东西我还有，但现在规矩由我来定。第一条规矩，价格50块钱一台，1分不少也1分不多。我不搞拍卖，也不发灾难财，50块是我的知识、技术和材料应得的回报。谁想加价插队或者讨价还价，立刻滚出这个院。第二条规矩，我陈阳恩怨分明。昨天在厂里帮赵刚偷我图纸，在夜上砸我摊子的人，今天就算拿金条来换，我也绝对不卖。李干事，这东西昨天被你说是5毛钱都不值的工业垃圾，今天怎么好意思来买？门在后面，自己滚！陈阳，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可是厂办的，你信不信我明天就让保卫科封了你这破院子？你敢？
小陈现在是我们全楼的恩人，你们这群厂里的蛀虫偷了人家小陈的技术，还倒打一耙。大家伙说，能让这号黑心烂肺的玩意儿欺负小陈吗？对，赶紧滚！再不滚，我们把你腿打断！什么东西？排好队，交钱拿货。不会接线的，我教你们。小陈真是50，叔叔，陈工，以后谁再敢说你半句不是，我第一个撕烂他的嘴！陈阳，凭什么？凭什么你一个捡破烂的能翻身？你断了我的财路，我要让你也倾家荡产！赵哥，这大半夜的，咱们真要进去抢啊？那姓陈的现在可是这片的红人，万一惊动了筒子楼里的人，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怕什么？这破院子连个像样的大门都没有，他今晚光现金就收了2、3千块。只要翻进去，把他剩下的稳牙管全砸了，把钱拿走，我分你们一半。有了这笔钱，咱们连夜买火车票去南方，谁能抓得住咱们？黄毛，你身手好先上，进去后直接把院子大门的铁门闸拔了，动作麻利点，只要陈阳敢反抗，直接用铁棍招呼。怎么回事？黄毛，你发什么疯？电，墙上有电！赵哥，墙头上拉了电网，黄毛被电晕过去了。这不可能！特区现在全城大面积停电，他一个破院子哪里来的电？肯定是黄毛自己滑倒了。你们2个，给我用铁棍把门撬开！赵刚，在机械与电子的领域里，物理法则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我不去找你算账，你反倒自己送上门来。陈阳，你敢私设电网，我要去保卫处告你，我要让你坐牢！你去告啊！我这套设备电压高达500伏，但电流在10毫安以下，它电不洗人，只会让你的神经体验什么叫极致的肌肉麻痹，跟医院理疗仪是一个原理。你刚才不是问全城停电我哪里来的电吗？这也是我用废旧蓄电池异变出来的局居供电。赵刚，你输就输在你永远只看得到眼前的蝇头小利，却对真正的技术力量一无所知。带着这2个废物，马上滚出我的视线！明天早上8点，如果我没有在厂办大院的公告栏上看到你承认偷我图纸的道歉信，我不介意把刚才的电压再调高50伏，亲自送到你的床头去。滚！混账东西！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卖走私残次品就算了，还被人堵到厂门口来。你知不知道今天市里的领导还要来视察慰问？你这让我的脸往哪儿搁？姐夫，这真不能全怪我呀，是供电局的变压器炸了，而且都是那个陈阳，是他搞了个什么稳电器抢了我的风头，还把我弄成了这副惨样。姐夫，你可得替我做主啊！他昨晚私设电网，差点把我电死。你还有脸提电网？你大半夜带人去翻人家的院墙，说破大天去，你也是入室抢劫！
现在人家陈阳不仅没犯法，还成了保护群众财产的英雄。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江湖吗？厂长，陈阳来了，他没带人闹事儿，就一个人站在咱们厂办院子的公告栏前面，说在等赵科长的公开道歉信。让他上来，我倒要看看一个被开除的临时工能翻起多大的浪。小陈啊，坐吧。昨晚的事儿我听说了，赵刚这小子做事鲁莽，我替他给你道个歉。年轻人嘛，火气大，互相理解一下。出来挺高兴的。赵刚偷窃了我的变频线路图，用劣质铝线替换了核心线圈，导致厂里的变压器存在重大隐患。这不仅是个人恩怨，更是对国家财产的犯罪。我要求他立刻在全厂公告栏上公开道歉，并撤销窃取我的转正名额。小陈，你这话就严重了。图纸嘛，大家都是为了厂里做贡献，谁署名不都一样吗？我们要以大局为重。这样吧，我听说你弄了个稳雕器，效果不错。你毕竟是在咱们厂里学的手艺，这技术理应归属于厂里。我做主，厂里出300块钱买断你这个稳钱器的图纸，同时我恢复你的工作，让你当技术车间的副主任。至于赵刚的事儿，还有外面那些要债的人，你出面帮他做个证，就说是特区电网不可抗力，安抚一下群众。这笔买卖你可是名利双收啊。黄厂长，你在厂长这个位置上坐太久了，久到你以为自己手里的权力可以践踏一切常识和律法。这是市百货大楼、区公安局、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特区30家机关机柜连夜找我签下的稳变器采购预订单，总计500台，每台售价50元，并且就在今天早上6点，我已经将稳变器的核心电路图提交给了省专利局特派办事处，申请了个人发明专利保护。你用300块钱想买我价值上万的技术，你用一个随时可以撤职的副主任想让我替一个倒卖伪劣产品的窃贼做伪证。王厂长，这不是在做买卖，你这是在犯罪。你居然越过厂里私自接机关单位的订单，你这是投机倒把！国家早在前年就出台了个人技术创新的政策，我的技术干干净净，我的钱挣得堂堂正正。投机倒把的是坐在你沙发上那个卖劣质走私货的小舅子。王厂长，外面的群众已经去报警了，我今天来本来只想要一个公道，但既然你们给脸不要脸，那咱们就公事公办。那份被赵刚篡改过的占压器图纸，我已经作为证据交给了派出所，下午防暴大队就会来厂里查封那批劣质占压器。你保不住他，我也劝你最好别保，因为你厂里的那条半自动装配线马上就要因为资金断裂停产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会带着现金堂堂正正的来收购它。姐夫，你畜生！你惹了一个活阎王，咱们全完了，全完了！姐夫，你救救我呀！我不想坐牢，图纸是你默许我改的，你不能见死不救啊！王厂长，经过初步比对，赵刚涉嫌严重侵犯他人专利，并私自篡改图纸，导致公共安全隐患。现在我们依法对他进行拘留审查。厂里生产的那批劣质监压器必须立刻全部封存，等待进一步调查。配合，我们一定全力配合政府的调查。厂长，厂子是不是要黄了？咱们下个月的工资还有着落吗？家里还等着买米下锅呢，这条催煤线停1天，咱们就得饿1天肚子。陈阳，你现在满意了？赵刚进去了，厂子也被你搞垮了，你赢了，你来看我的笑话了。王厂长，搞垮厂子的不是我，是你心中的贪欲和特权。你只看到了赵刚给你塞的红包，却无视了技术造假会带来怎样的灾难。如果你依然觉得这是私人恩怨，那你不仅是个失败的厂长，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懦夫。工友们，第一国营厂没有垮，你们的手艺也没有废，废掉的只是那些尸位堂餐的蛀虫和弄虚作假的残次品。
这是市里30家机关单位和百货大楼的稳电器采购合同，总计500台。不仅全额预付了定金，市领导还特批了免息技术扶持贷款。王厂长，厂里的账面上现在连1分钱活水都抽不出来，那条半自动装配线放在那里也是一堆废铁。按照市里国企改制、盘活资产的最新指导精神，我现在正式向厂办提出，由我个人出资承包并重组第3车间的半自动装配链。你想私人承包，这不合规矩，这没有先例。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先例就是用来打破的。市工业局的批文就在我包里。王厂长，你现在只有2条路，要么死守着你那套官僚做派，看着几百个家庭下个月揭不开狗，看着厂子被查封拍卖；要么签了这份承包转让协议，把车间交给我，我不仅能保住所有工人的饭碗，还能按月给厂里上交承包费，帮你填上赵刚留下的财务窟窿。切！我们要吃饭！厂长签了吧！我签，你厉害，我王某人今天输得心服口服。各位工友，第3车间从今天起正式更名为电子元件厂，所有人原岗留任，跟我回车间拉电闸，开工！陈厂长，各工位物料已经全部就位，电路板、苏联稳压罐、外壳套件全部清点完毕，只要您一声令下，随时可以推闸开工。工友们，我们手里的活儿不仅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更是特区千家万户的用电安全。第一批订单要得急，今天3元保证良品率100%，现在推闸通电。停！快断电！主控板电压过载了！怎么回事？这可是进口的半自动产线，停工前还好好的。不是机器的问题，是有人动了手脚。主控板的核心稳压模固被人暴力拆除了，换成了一块废铁陪重块。如果刚才我没有及时断电，整条传送带的电机就会瞬间烧坏，这条产线就彻底报废了。畜生啊！绝对是赵刚那个王八蛋！前几天他半夜带着人进过车间，说是检修，肯定是把里面值钱的铜宣宗和进口模块掏去卖废品了。这个烂透了的王八蛋，他是想砸了我们所有人的饭碗啊！陈厂长，这可怎么办啊？这核心模块是进口的，咱们现在去哪儿买啊？百货大楼的卡车下午就要来拉货，交不上货咱们违约金都赔不起啊！进口模块坏了，我们就用自己的技术顶上去。在电子领域，没有什么是无可替的。老李，给我打下手。王大拿，去把那边的工业风扇推过来，对着机箱吹。进口模块的原理无非是双向精子管整流，我们没有精子管，就用最原始的物理线圈降压，配合苏联稳压管做2次分流。重新推闸。陈阳，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赵刚是个骗子，他不仅进了局子，他还借了高利贷。那些人今天去我家砸门，我差点连命都没了。陈阳，你救救我！看在咱们过去的情分上，你让我回到你身边好不好？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我给你洗衣做饭。小雅，你不是被赵刚骗了，你是被你自己的贪婪骗了。你当初选择上他的摩托车，不是因为他有多好，而是因为你发自内心的觉得特权、捷径和不劳而获比踏踏实实的努力更重要。这世界上没有后悔药，我这里的机器坏了，只要核心逻辑还在，我就能把它修好。但人的底线要是烂了，就再也接不上了。你走吧，以后别再来了。我们本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